哇，一身强力装备没有一个是自己的，请问图中奥特曼一共借了多少个人的债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吉啊，你们爷爷最爱看的 UP 主啊，我又滚回来更新了，这个账号的密码终于让我找到了啊。那我们今天要测评的就是这个 SHF 欧布奥特曼三重形态，也是最终形态啊。那话不多说，直接开盒。哎，这今天这个快递给我来也没套个盒，直接就这个运输盒给我运过来了啊，幸好是没运损。哎呦，那这次一个红黄蓝的这个盒子也是非常的好看啊，我觉得比艾克斯超越的那个要强很多。这个印象色我非常的喜欢，然后这个经典是什么超可动啊，没有美型。这次说明书依然印在盒子上啊，如果有想看的可以自行剪下观看啊。好的，那接下来看一下配件啊，首先是主体，然后是一个卸下光轮肩甲光轮啊，光轮替换件，然后以及胸灯，还有6对手型啊，然后这里还附属了就是为了更换艾克斯的哥莫拉装甲用的这2个手臂。但为什么不是红色的，是银色的？这个我还挺想问一下的。我们拿出主体可以看到，这次最大的改变还是欧布套用艾克斯的素体啊，整体的这个协调感确实是强了不少啊。这次一面雕我也觉得做的还是很不错的，就新生代之星的味道，不能说100%还原吧，但是80%还是有的。而且这一款身上的漆面呢，也是可圈可点。首先是银色就比较的闪亮。并且金属色部分呢，基本没什么溢漆，然后消光的成型色部分的消光喷的也是非常的均匀。就不说涂装的难度啊，你从这个质感和观感上，反正我觉得欧布三重要比超越艾克斯强不少。不过由于这2只是同素体啊，基本所有的配件都是可以换过来玩的啊。就比如说肩甲这里啊，就用的是跟艾克斯一模一样的这个结构啊，所以说它的可动也不是非常的强。你看到这里就差不多到头了。那另外一边肩甲看似不同，其实范围是一样的。然后这里胸口也是和艾克斯同样的这个双层结构啊。这里为了拍摄简单，我提前撬下来了。然后可以看到它里面居然还给了细节内构。这个圆形胸灯呢，也是直接从内部嵌套就可以啊。那这里做了一个防呆设计啊，大家一定要找好这个位置啊，不要大力出奇迹。然后就是这个欧布3重光轮啊，正反面都有涂装，还是比较的良心的。而且它这个造型啊，就跟彩虹刀也差不多，然后把它和欧布肩膀上这个彩虹轮一比啊，可以看到这个涂装都是有所对应的，就是这个颜色稍微有点不一样。并且这里和 SHF 彩虹刀采用的是同样的结构啊，就把这个短的刀换下去，然后就可以插上这个拉伸出来的这个刀刃。那这里和彩虹刀对比一下，就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结构基本是一样的这个形状啊，所以说你也可以让艾克斯来握这手型完全够用的啊。然后这边欧布也能拿彩虹刀，这反正就是随便玩啊，甚至能双持。这何尝不是一种继承传奇玩法 Evolution 啊？那么由于拿下来武器，这里也需要替换成这个对称的肩甲，我觉得这个对称的就有点银河那个感觉了，银河味儿更浓了。摆个 pose 和艾克斯超越放在一起啊，由于同样的素体呢，毫无违和感，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就等银河维克特利落地了。到这儿呢，这款身上的玩点才刚刚开始啊。就由于它跟艾克斯是同样的素体，所以说艾克斯所有的装备它基本都能套在身上。你像怪兽甲、赛罗甲、贝塔火花装甲，就挨个都能玩个遍，就全让欧布用了一遍，就赢麻了。那我在自己实操的时候，我也发现啊，就是这款身上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留心一下。首先就是这款用的并不是超越艾克斯，用的是普通艾克斯，所以说它这个贝塔火花装甲放的不是非常的服帖呀，就会翘起来一点小边儿啊。其次就是这款的小臂虽然是可替换，就和艾克斯一样的话，但是你只要拿出超越艾克斯对比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小臂替换的装要短一截。那这就导致什么？这就导致这个贝塔火花的装甲，它这个手是卡不上去的，这手是没法替换的。不过幸好本款这个手臂上它也是做出这种水晶装甲的造型了，所以我觉得不替换也是无伤大雅的。哇，一身强力装备没有一个是自己的，请问图中奥特曼一共借了多少个人的债？那么这样我们的欧布3重也是成功夺舍超越艾克斯啊，穿上贝塔火花装甲。我说实话，我感觉这个好像比原配还要帅。完了，越看越帅。这当时贝塔火花装甲出货，后悔没多订一个超越艾克斯啊！现在欧布3重出货了，又开始后悔没多订一套贝塔火花装甲。
真是万万又代，这奥特曼实在是太好玩了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我是小吉。如果有下期的话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